这里就补充一点哦，你有啥事别赖人格，一个人赖人格只是纵容自己原始的倾向借口罢了哈。今天我们的主角呢是 ISTP， 之前我还看到过一个投票，认为 ISTP 是末日最容易生存下来的人格之一。这些标签是否有道理？一会儿你可以自己评判。比如 ISTP 听到了一个观点，很多人可能都抱有这种想法，大家觉得这个观点都很对啊，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说的。指挥官 TI 会出手，说道乔多马得啊，让我自己从头到尾理解一遍，我才能决定这个观点是不是值得信任。如果你要问 ISTP 什么观点是最好的，什么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啊？通常 TI 指挥官是很讨厌回答这种问题的，因为他很清楚每个观点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比如 ISTP 号飞船接收到了一大堆信息啊，关于对于超能力世界的畅想，然后指挥官 TI 审阅一下，觉得这些观点还挺完整的，挺清晰的，也能够自圆其说。这时候副指挥 SE 就会说话了。确实，但是这对现实有什么用呢？你告诉我，如果每个人都成了异能者，那可能会有很多人失业。你说的，如果真的有异能者出现，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也不打算写小说呀，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没必要吧，有点浪费我的脑细胞。那如果你问一个 ISTP， 你有没有做过危险的事情啊？你有没有脑子不清楚、鲁莽的去做事情？他不一定会觉得有的，哪怕他做的一些事情在别人看来其实挺冒险的，他自己可能会觉得是我想清楚了啊，后果会承担之后我才去做的这个决定。而且涉及到风险这种会带来长期后果的事情。举个 ISTP 看说明书的例子啊，很可能的情况是 ISTP 拿到了一个要组装的东西，指挥官 TI 他先把注意力放在事情的逻辑框架上。来看看，把说明书给我，让我认真的研究明白这个东西的第一层原理到底是什么。让副指挥 SE 在旁边很着急，想要去获得体验的信息，想要把注意力放在和现实的互动上。哎呀，你理解完了没有啊？差不多就够了。你知道了大概框架之后，就上手做一做呗，一边做我们一边看说明嘛。如果有 SI 人看的就很容易担忧，觉得人家明明给你提供了明确、清楚、可靠的操作指示，你怎么不认真看全再行动呢？你弄坏了怎么办？殊不知副指挥 SE 就是更信任自己此时此刻当下我摸着我去经历我去体验我在做的事情，他不觉得说别人之前的总结就100%适合现在的自己的情况。比如一个 ISTP 赶路去坐公交车，他跑到一个地方竖着小心地滑的牌子，这时候副指挥 SE 可能发话说，我就是不信邪，我觉得我小心控制身体，把握好跑步姿势，我觉得我能平衡好。然后指挥官 TI 把注意力放在事情的逻辑分析上，他想，如果这个地方真的会滑倒，按理来说应该被圈起来不让走吧？既然现在我能通过说明还是可以不滑倒走过去的嘛。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然后只见那个 ISTP 没有减速，径直冲了过去，然后啪叽滑倒了摔了一个狗啃泥。这个时候 ISTP 的脑内剧场肯定也很丰富可能别人怎么看我之类的这个我们就等到我们介绍下一个成员的时候再说等一切过去之后，说不定是 ISTP 坐到公交车上之后，他默默地抚摸着摔肿的下巴很可能这个时候就听到小助理 NI 的声音了。拜托，前面应该多想想的呀！感觉可以预测到会摔跤的，以后不能这样了。然后副指挥 SE 可能这时候叹一口气，说道：“你说的对，摔倒真疼。”NI 小助理觉得说：“是啊，所以以后不可以了，我们要记住这个规律。”然后副指挥 SE 说：“我的形象都摔没了，以后我要更好的掌握平衡，用更优雅的姿态，更帅的过去。”小助理 NI 无奈转向指挥官 TI， 只见指挥官 TI 一直在盘算着。感觉我是不是找了一点不对是不是我对这个怎么跑比较平衡的理解有错误确实脚跟发力，因为重心的缘故很难平衡嘛。举个例子ISTP 参加一个辩论比赛，看到对手和裁判挤眉弄眼最后对手后半场的发挥简直惊为天人，根本不像是临时准备的。这时候 ISTP 的脑内剧场就会很丰富了。副指挥 SE 率先把注意力放到人的肢体语言上，他们的神态举动看到了没有？我还看到了那个人赢的时候嘴角那个表情是不是笑让助理 NI 呢就接着把注意力呢又放在了解读表情的含义上。他们这个表情是不是表示他们之前认识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前串通好的那个举动和神态背后的含义？是不是他们在对暗号那个若有若无的表情是不是对我的嘲笑这一切串联起来真的可以说得通这个时候指挥官 TI 来审核一下确实说得通，很合理，环环相扣的逻辑因为对手如果每次发挥都那么优秀，那绝对是个超强的专业辩手之前前半场他根本就不一样嘛最后 ISTP 内心就有了一个自己的答案认为这个人多半就是作弊，不靠着自己的能力赢的
你说这一定是现实吗？并不一定，可能这个人恰好之前有准备过类似的话题啊，只是 ISTP 可能懒得去验证了。除非这个比赛的结果具有重要的现实影响，不然他不太想危机去把自己的预测跟现实对撞的那样的一个风险，因为万一错了之后 NI 很受挫的，我不如就离开，然后内心觉得我是胜利者，阿 Q 精神啊。你觉得这个人很讨厌你，他态度很糟糕，最后这个人真的就很讨厌你，但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他对你其实没什么看法啊，这其实是 ISTP 很大的困境，经常就会诞生啊，果然事情就好像我预料的那么糟糕，果然我一开始就不该参与的这种感觉。但是你怎么看别人，很容易也觉得别人在这样看自己。当 ISTP 抱有这种对于预测的怀疑，对于自己理解他人的这种怀疑的时候啊，他自己也会陷入一种很大的困扰，就是他觉得别人会不会误解我呀？别人会不会对我也形成了一些我不清楚的预测呀？比如副指挥 SE 对于身体语言的察觉，让 ISTP 意识到了听自己说话的人表情会比较冷淡，或者指挥官 TI 察觉到了自己的言论中有一些模糊的地方，这时候助理 NI 就会见缝插针，在 ISTP 的脑内说道这个人估计是误会我了这个人肯定是把我的话往坏处想了没有理解我到底想表达什么。但是副指挥 SE 呢，想要自在舒服，他不愿意好像为了让这个人怎么样，他就限制自己的自由那指挥官 TI 呢又很中立，他不想向人的偏见妥协，最后 TI 很容易最后得出这样的观念对于那些喜欢盲目下结论的人，我做什么都可能被误会但对于有自己思考的人，我做什么他们也会中立的理解综上所述，别人爱误解就误解吧。比如别人和 ISTP 表达积极情感的时候，菜鸟 FE 很可能就会是这样。哎呀，有点太夸张了吧？不过和你相处起来确实不坏的，你这样说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好像都挺开心的，嘿嘿，社交真好。但是当别人和 ISTP 倾吐大量消极情感，菜鸟 FE 可能会努力的聚焦在对方的感受上一段时间，一旦久了 ，ISTP 的能耗就会过高，就要烧掉了。因为菜鸟 FE 他毕竟是个菜鸟对他来说简单的情感他能承受，但是一旦一个人的情感太复杂、太难处理、太难面对，菜鸟就有点绷不住了，会感觉注意力继续集中在这里，已经集中不下去了哎呀，这个人一会儿说自己想分手，一会儿说自己想复合，他到底想要啥啊？那前面那么开心，他突然就哭了，怎么回事啊？好复杂随着菜鸟 FE 的摆烂，注意力很容易就被指挥官 TI 抓回去这个人的问题可能根本就不是该不该分手，而是他自己脑子不够清楚吧这个时候助理 NI 往往也会分走一部分的注意力，他因为他是 TI 的小助理嘛，按照这个模式，这个人以后恋爱也不会顺利的如果这个时候ISTP 止步于此，很可能就会说出一些很客观中立，对对方的未来说不定真的挺有建设性，但是对当下比较冷酷的大实话，比如按照你的恋爱模式，分不分手恋爱你都不会幸福的。但是如果 ISTP 他稍微成熟一点，因为人是可以主动调动注意力的，如果你有意识的把注意力拉回到别人的感受，拉回到别人的表现现实上，你就会看到说我自己的 TI 和 NI 得到的冷酷真相没错，但是它可以缓一缓，我来根据对方当下实际的需求，用更照顾对方感受的方式跟对方沟通表达。像 FE 优势的人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和人的关系上努力的去塑造好的关系等等，但是他很难从中去获得稳定的快乐，不是没有快乐，当然也会有，而且很大，但是很不稳定，很容易因为小事受挫，而且长期如此，为了让 TI 找到话语权，因为对 ISTP 来说，自身的正确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很小的声音最后可能会让 TI 和 FE 达成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和解，会告诉自己说我确实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别人都有毒他们太脆弱了，他们听不到真相，我只好去给他们想要的，我有办法的。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观点负责，而不要把责任推卸给自己的感受，或者推卸给他人的决定。但是这其实是很难的。